大家好，我是燕子。今天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在你 M1 的 Mac 上输出 4K 120赫兹的信号。这里我们需要的准备工作也非常简单，你需要在你的电脑上下载2个软件，分别是 Better Display 和 AWEDID Editor。当然了，还需要一根 USB-C 转 HDMI 2.1的视频线。软件我会分享在评论区里，并且为了方便大家购买到合格的视频线，我也是下了血本买了市面上5种不同的 USB-C 转 HDMI 2.1的视频线来测试。所以给我点个赞，评个论，真的不过分吧？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立马开始吧。首先，设置的第一步，我们需要打开 Better Display 的设置，然后呢，这里就会显示你连接到的显示器或者是你的电视设备。我们需要先选中我们的外接电视，这里呢就是我的索尼电视。然后呢，我们需要在第3个选项当中索取你外接电视或者是显示器的 EDID 信息，相当于你显示器的一个身份证，里面包含了分辨率、刷新率等等各种各样的参数信息。点击这里的拉取数据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导出到我们本地的位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改个名字为原始 EDID， 然后回车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就打开 AWEDID Editor， 点击 Open， 选择我们刚才导出的原始 EDID 的文件。在这个软件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修改的地方就是第一个产品 ID 里面的序列号，这也是之前的方法没有操作到的地方。那如果你没有修改这个地方的话，会导致非常多的问题，非常多的 bug。至于具体原理呢，我也是咨询了 Better Display 的开发者，他们的回答呢，大家可以自行去参考一下。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的序列号是01010101，如果你跟我的不一样呢，也没有关系，因为只需要修改一位就可以了。就比方说，我们可以改成01010102。那这样呢就 OK 了。当然这个操作也不会真的去修改你电视的序列号，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然后第二步呢，我们需要打开这个 version 的选项，需要把里边的这个版本修改为4，这里呢会提醒你是否修改，我们点击 Yes。最后一步，我们打开 Video Input Definition 这个选项，把最后一个选项 Interface 改成 DisplayPort 之后，我们在左上角点击文件，把它储存在本地。这里呢，你也可以修改一下文件名称，方便以后的查找。就比方说，我改成了修改 EDID， 然后确认即可。导出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打开 Better Display 的设置，选择我们的电视，然后点击第4个自定义显示器 EDID， 打上对勾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这里选择刚才修改过的 EDID 文件。那上传之后呢，我们也别忘记勾选下面的自动加载 EDID 的选项，因为它可以保证你每次断开重连之后都可以自动加载到我们修改过的文件，不需要你手动去切换。操作完成之后呢，这里你就可以点击立即应用，系统就会弹出提示，然后我们点击 OK， 那见证奇迹的时刻就到了。电视重新连接之后呢，就会自动开启120赫兹的模式。如果没有自动开启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手动在 Better Display 里面设置120赫兹，真的非常的流畅。然后呢，我们再接着打开 Better Display， 选择我们的外接电视。那在下方呢，有一个叫做 Configuration Override 的选项。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编辑我们外接显示器的名字，就比方说我把这里呢修改成了 Sony Display， 那你用其他的也都是 OK 的。然后呢，我们在下方呢也可以看到 Display Tab， 这里呢可以强制 Mac 系统把我们的电视识别成一台显示器。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当你需要打开页览或者是原彩显示的时候，屏幕的色温就会自动同步到我们的外接电视上。但是如果这里类型是电视的话呢，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那到这里呢，所有的操作就基本完成了，你就可以尽情享受 4K 120赫兹的体验了。当然了，用这种方法开启的 4K 120赫兹，它本质上还是通过 DP 协议转接 HDMI 协议，所以无论是性能还是兼容性，都还是没有办法跟原生的 HDMI 2.1 接口比的。就比方说，你虽然可以在设置里开启120赫兹 HDR 的模式，但是因为色度采样只有420，所以近距离观看文字的边缘还是要比自带的 HDMI 接口糟糕的。并且这种方法对于 HDMI 2.1 的线缆是非常挑剔的。那我先说结论，在我所有购买的线材里面，只有这根魔兽的 HDMI 2.1 转接器，再搭配上一根 HDMI 2.1 的线缆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在我自己体验了一下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的闪屏、绿屏的情况，并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完整的输出音频信号。那像是开博尔和绿联的线缆，它们虽然也可以输出 4K 120赫兹，但是音频的传输是存在问题的，要么非常卡顿，要么索性就不出声音，体验是非常糟糕的。
另外一个让我没有想到的地方就是，作为最贵的 HDMI 2.1 转接器，贝尔金的这款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输出 4K 120赫兹的信号，你强制打开之后呢，直接屏幕就会花掉。还真是把我吓了一跳。那整体体验下来的话，我觉得 4K 120赫兹 OLED 电视给 MacBook Pro 外接确实很爽，并且如果用我的方案的话，无论是休眠唤醒还是盒盖单独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你想长期的稳定使用的话呢，你还是需要花$15去购买这个 Better Display Pro 的永久授权和一根非常挑剔的转接器。那虽然目前的画质还是不能媲美原生的 HDMI 2.1，甚至在功能上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高刷和大屏的话，那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至少你用来刷刷微博、看看 B 站还是很爽的。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视频啊！这期视频拍的真的非常的辛苦，不仅花了很多的钱，而且测试也是测的人头大。所以如果你觉得视频有帮助的话，请一定要给我点赞，给我个评论，最好还能再转发一下，那我会非常的感谢。那我是米小远，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